春節期間，我們一家7口去了泰國11天，普吉島7天，曼谷4天。很多人說，現在春節去泰國已經不便宜了，機票貴，酒店漲價，人還特別多。這次我把所有花費的大頭全部整理出來，包括機票、住宿，還有餵大象、潛水、離島遊這些項目。看完這個視頻，大家可以評價一下到底值不值得。首先是機票。2月17日從吉隆坡飛普吉島，亞洲航空459元一個人，托運行李是404元一件。由於帶2個小孩，所以還選了3個座位，一個人是148元。2月24號從普吉島飛曼谷，泰國亞洲航空224元一個人，托運行李一件是194元，選座位一個人是101元。由於有小孩和老人，這2個地方也都是選擇打的，軟件是 Bolt 和 Grab， 建議大家都下，可以比下價格。不過我翻了一下記錄，基本上在泰國期間，我在 Grab 上只打了1次車，其他的都是在 Bolt 上打的。綜合來說 ，Bolt 車源更多，價格也更便宜。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0元的單子，是因為確實有些地方車源不多，需要一直取消再重新搜。2月24日從卡塔海灘的民宿叫車去普吉島機場的時候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從下午1點29就開始叫，重新訂了11次之多，在半個小時後才叫到車，一共46公里，1個半小時車程，796泰銖，162元。後來晚上8點52在曼谷廊曼機場的時候，又是半個小時才找到車去酒店，又正巧叫了11次。當時我們7個人分了2輛車，因為根本叫不到8座的車。15.7公里，18分鐘，價格是199泰銖，41元。所以大家在泰國叫車一定要預留好足夠的等待時間，尤其是去機場的時候。另外不差錢的，可以直接坐在機場等待的的士，價格基本上會比網約車翻2倍到3倍。對了，如果一個人的話 ，Bolt 上還可以叫摩的。這裡是我在機場拍的泰國的手機流量套餐，我買的是這個紅色的 True DTAC， 15天35GB， 599泰銖，122元，信號非常好。先聊聊普吉島的吃住玩。春節期間是旺季，去普吉島住宿一定要提前訂，越早越好，能錯開春節高峰去最好，價格會降下來20%左右。我們第一間是在普吉鎮，5個晚上，3間房間，3216元，相當於一個人92元一晚。給大家看一下我在普吉島的住宿，我覺得還算挺便宜的，因為現在是春節假期，這個價錢很不錯了。然後每天有2瓶水，還有保險櫃，然後空間非常大。我只睡了1間，因為我姐她家擠在了下面，他們就省得跑上來。然後這邊有一個大陽台，看到嗎？非常大的陽台，還可以曬衣服。然後廁所也非常大，廁所也非常的大，非常實惠的價格，這麼大的廁所，看到吧？不錯，非常空間非常大，非常滿意。普吉島的娛樂活動、美食確實很多，不能錯過的普吉老鎮，光隔1-2個小時就能逛完，都是彩色的南洋風格的騎樓，很漂亮，還有很多很可愛的紀念品。這邊一杯鮮榨芒果汁24元，咖啡的價格16元。這家在老鎮中心的咖啡廳 Mondo 一定不要錯過，因為樓上有很好的角度拍照。晚上我們去了酒店附近的青蛙夜市，像这個烤串是5塊一串，各種炒飯20到30元一份。豬腳飯12元一份，非常好吃，氣氛都很棒，還有現場樂隊。這碗整個都是老的。
but if you can only love my words, you're on a perfect spot. I'll open some more words. 普吉島真的是热，鎮上基本上商店、餐廳都沒有空調。我們看到一家有空調的韓國燒烤店 Yakiniku Koku， 進去試了一下，味道不錯，值得推薦。總共花費293元。普吉鎮住宿的好處是便宜，壞處是離主要海灘都比較遠。你要不得租車去海灘，這樣比較方便；要不坐公交車。谷歌地圖上的公車發車時間也不太準。我們從普吉鎮的酒店坐車去巴東海灘，大概是30分鐘左右，車程不長，但是車次很少。我記得晚上8點多最後一趟就得趕回普吉。另外2晚我們住在卡塔海灘附近，一棟小別墅，3間房間，該有的一應俱全。2092元，相當於一個人149元一晚，離海灘就10幾分鐘腳程。你們睡哪間？卡塔海灘的海還是比巴東海灘的清澈很多。巴東算是島上最繁忙的海灘小鎮，房源和活動都是最多的。卡塔海灘相對來說就安靜許多，餐館也少一些。我個人還是很推薦這個卡塔海灘。鎮上路過一家很棒的紀念品店，大家可以來逛一逛。我們自己有去超市買一些食材，做一些簡單的飯菜，吃多了外面的大油食物，回來吃一些清爽的，還是很舒服的。普吉島的活動很多，這邊都是當地拍的真實價格，而且那邊都有帶中文的宣傳冊，大家可以暫停參考下價格和行程。我們訂了餵大象、給大象洗澡、007島和攀牙灣的一日遊，離島潛水、叢林飛躍，還有射擊。重點來了，如果人多，這些都是可以還價的。大家要去普吉鎮的老街那邊貨比三家，最後我們的成交價都比手冊上便宜大概10%到25%，而且最好找有經營牌照的店家。另外，他們只收現金，而且全都是可以酒店接送。攀牙灣旁邊有一個水上村叫班宜島，由於要坐小艇過去，70歲以上的老人由於安全問題是做不了的，還有深潛至少要8歲。說實話，一日遊就是大船，所以人很多，旅遊體驗只能算一般。不過中間有個坐皮划艇環節，還是挺好玩的。餵大象也是很棒的體驗，我也建議不要去騎大象，因為大象通常會被受到殘酷的訓練，而且不自然的被迫勞動。小孩玩的打槍、潛水和叢林飛躍，他們都很喜歡，所以也值得推薦。另外，潛水的教練很多都會說基本的中文，而且他們也會幫你錄製視頻，你不需要另外帶水下拍攝設備。在曼谷住宿花費2240元，4晚3間房，相當於一個人80塊一晚。曼谷房源挺多，而且實惠，不需要像普吉島那樣提前訂，總體還是很滿意的。住的酒店也還不錯，有一些老舊，看到嗎？但是性價比還是挺高的。很大一張床，我們有訂了3間。這是一個小陽台，可以看到一些景色。還有這個建築是一個橢圓形的，應該是很有名的一個建築，還不錯，我挺喜歡的。曼谷我是第3次來，這次再去臥佛寺還是很震撼的。
可看性很高，不過真的有點亮瞎眼了，太金黃了。还有水门寺大佛，這裡基本上就是找角度拍攝，就是一個佛。當然，還有每次去都很震撼的鄭王廟。這裡有非常多的店可以租泰服拍寫真，我們4個人拍攝1個多小時，才500多人民幣。我姐說，國內這樣的拍攝最少要上1000元，大家想拍美照的一定不要錯過。來曼谷怎能不逛夜市？我們選了一個室內的，在暹羅天地裡有空調可以吹。這裡真的攤位多得眼花繚亂，而且個個都非常好吃。商場頂樓還有泡泡瑪特的旗艦店，聽我姐說，這裡的好多囤貨都是國內沒有的。我也是第一次接觸泡泡瑪特，確實這些玩偶越看越好看，有一些很有設計感，所以喜歡泡泡瑪特的一定不要錯過這裡。多保存有一個多保存啊，今年也一直在好。我覺得最貴。我覺得最貴。頂樓的室外空間還可以欣賞曼谷的夜景，非常漂亮，所以我極力推薦大家來這個商場逛。我第一次去曼谷的唐人街，非常熱鬧，也特別有氛圍。大家可以來這裡挑一些回國的禮物，因為價格很實惠，還可以用中文和店家砍價。很多地方刷銀聯卡給很大的折扣。去泰國玩，要不一次，要不無數次。如果你追求的是海島、東南亞美食、服務和成熟旅遊體驗、安全，我覺得泰國目前依然是中國家庭出境遊裡面非常穩的選擇。但是如果你追求特別便宜，那可能已經回不到10年前的價格了。好了，希望你的旅途愉快，我們下期台灣見。往香港，轉機往香港。轉機往香港，小心坐後方。如今請往前走，以後往香港的旅客因為會